我们今天又来更换变速线以及调整后面的变速。欢迎各位来到阿宝频道，我是阿宝。一般不管是公路车或者登山车，变速线的头都是长这个样子的，一个圆柱体的形状。我们从头部的形状就可以区分变速线跟刹车线。至于变速线的外管，它的规格是4 mm 的，刹车线的规格是5 mm 的。那松开变速线的话，这一款后变是一个6角的螺母，高级车的话大部分是内6角。松开之前要留意一下线是怎么安装的，免得到时候装不回去。下面的6角螺帽我已经松开，这个线就可以这样子抽出来。后面变速的线会成一个弧形，我们要尽可能让这个线短一点，然后又要让弧形顺畅。前面这边的话，刹车线一般会在外侧，所以变速线会比较靠近车身。长度的话，我们大概就抓在超过这一根轴心大概2-3公分就好。如果你的是折叠车，这个长度就不是这样子计算，你的长度一定要够长，你的车才有办法折叠起来。接下来我们要把变速线从变速把上面卸下来。这一款变速把的话，这个盖子这里边有一颗螺丝，把螺丝转下来，上面这个盖子它就可以打开。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变速线的头在这个地方。如果你看不到线的头的话，记得把你的变速变到第1速，使用小支的1字起子，这边稍微翘一下，这个头就可以出来。这样子就可以把整个变速线抽出来。接下来我们裁切外管，裁切需要的长度。如果裁切出来的切口不是很平整的话，要把它拿到磨刀石上面把它磨平。接下来我们就把变速线穿回去。麻烦各位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按赞、分享我的影片，也欢迎各位使用荧幕下方的超级感谢，给阿宝抖内一下，请阿宝喝杯饮料，这样子是对阿宝频道最好的支持与鼓励哦。变速线的尾部就从变速把手这边先穿过去，然后再穿过这边，把变速线头部放入定位，然后这边再把变速线拉直，这样子变速把手这边就装好了。接下来套入这个管帽，每一节外管的两侧都需要这个管帽。然后我们现在套入外管，这边记得变速线是走在最内侧，车架的地方，外管一样套上管帽，之后再放入定位。接下来5通下方有个沟槽，我们要穿过靠近大盘这一边的沟槽，变速线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再拉出来。接下来穿过一个管帽，这边有一个微调变速线松紧的旋钮，我们要先把它顺时针转到底，顺时针转到底之后，我们再退回来半圈。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要重设这一颗旋钮。重设好了之后，我们的变速线就要从这个中间穿过去。接下来我们就要穿过最后这个固定变速线的位置。固定变速线这一个螺丝最好是不要全部转下来，转下来的话你要把它恢复成原状。接下来我们这边管帽跟外管放到定位，后面这边管帽跟外管也放到定位，确认这个线有穿过固定位置，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螺帽稍微先锁紧。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线还是松松的状态，没有关系。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调整后面的变速。一般后面的变速需要调整的螺丝基本上是这2颗，这是我们说的限位螺丝。限位螺丝一般会有分成 L 跟 H。限位的意思就是要限制后面的变速器左右作动的范围。如果你限位没调好，它就会绕链绕到内侧去。如果你外侧的限位没有调好，它就会绕链绕到外侧。所以 H 的螺丝就是在调节第一个齿盘的位置，
L 的螺丝就是在调节最后一个齿盘的位置。H 螺丝转紧的时候，变速器会靠内侧移动。H 螺丝放松的话，变速器会靠外侧移动。同样的 ，L 螺丝如果锁紧的话，它会向内侧移动。如果 L 螺丝逆时针松开的话，它就会向外侧移动。这边做个示范给各位看。我现在先把 H 的螺丝锁到最紧。我现在旋转这个踏板，我们会发现这个链条停在第3个齿盘，它下不到第1个齿盘。一般来说，线如果松弛的状态，我的变速也是在第1速，应该要下到最下面的齿盘，可是它下不来，因为它被这个限位螺丝限制住了。所以我们要让链条往外侧移动，也就是变速器要往外侧移动的话， H 的限位螺丝就需要逆时针把它放松，它就会往外；转紧它就往内。我现在转到最紧，所以它在最内侧，它就上到第3盘。那我们要让它恢复到正常，它的位置应该是要在第1个齿盘，所以我们逆时针把它转松。我们可以一边转松一边旋转这个踏板，各位就可以发现链条它会慢慢掉下来。所以我们调整 H 螺丝的方法，就是变速线在松弛的状态下，把 H 螺丝转紧，它就会上到第2格。然后我们再慢慢把 H 螺丝放松，它从第2格掉下来第1格之后，我们再顺时针回转1/4圈，差不多就是那个位置。H 螺丝的调整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要调整 L 螺丝的话，我们要把夹变速线的螺丝锁紧。接下来我们可以拉这一条变速线，从这个地方拉就好了，不用去转变速的把手。我们可以发现直接这样子拉会拉不动，我们要一边旋转踏板，然后一边拉这一条线。各位可以看到链条就往上爬，我们把这条线拉到最紧之后，看你的链条能不能爬到最大的那一个飞轮。调整 L 螺丝的方式基本上跟 H 一样，我们可以把 L 螺丝锁紧，然后我们再把 L 螺丝慢慢放松，放松到它可以爬到最上面这个最大的飞轮之后，我们再顺时针回转1/4圈，这样子就能确定 L 螺丝是在正确的位置上。接下来我们要调整变速线的松紧。调整之前，我们可以先这样子拉扯这个变速线，大力拉扯几下。大力拉扯主要是要让间隙消除掉，才不会我们调整好了变速线，结果没骑1-2次线又松掉。拉扯完之后，线会这样子有点松松的。我们现在就把固定线的螺帽松开，然后用手把线拉紧，再把它锁回去。锁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变速把手。旋转踏板，然后旋转变速。现在我们要使用后变后方这一颗旋钮来调整变速线的松紧。这个旋钮逆时针旋转，它会往后退，变速线就会变紧；顺时针旋转，它就会往前进，变速线就会变松。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，一手转踏板，一手用把手上面的变速器。我们现在是第1速。第2速它好像要上不上的，第3速也是要上不上，上不太去。如果你发现链条要上不上，上不太去，就表示线太松；如果你发现链条掉不下来，那就是表示线太紧。所以我们目前的状况是，该第2速的时候爬不上去，所以我们就要把线转紧。转紧逆时针旋转，我们先转1圈。然后再测试一下，第1速、第2速还是上不太去，第1速、第2速、第3速、第4速又上不太去。好，我们再转紧一点，再转紧差不多1圈。好，第1速、第2速。第1速、第2速、第3速、第4速、第5速、第6速、第5速掉得下来，第4速、
第3束、第2束、第1束，基本上这样子就 OK 了。我们再来测试一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因为这个是便宜的变速器，所以它不可能反应多快，或者是多准确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